大家好，我是 Steven， 澳洲垮拉，这位是 Fred， 哎 ，Fred 是我的双胞胎兄弟。你说的，你看你也可以知道他是比较帅的那个，我是长得比较急的那个，长得比较急的那个。够帅的。好，今天这是我第一次呢用中文来做我的这个50周50位运动伙伴这个系列今天呢我们很荣幸能够请到这个 Fred 来跟我分享一些他的故事哈。谢谢。然后嘿 Fred， 我想请问一下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在一个银行做 engineer manager。哦，银行工作待遇不错吧？还好吧。你一周来几次健身房呢？一般来4到5次吧。然后是一个混合的，有做力量，完了有做一些有氧操课，比如那个波列加这种。有氧操课。然后我之前也看到你有做一些那个重量训练的。对，我一周差不多有2到3次的去做重训吧，然后差不多是我做的可能不是那些就是牛人那样做的非常非常厉害，但是我可能就是只在就是练一些那种 athletic body 那种感觉，然后基本上是就想把波体的练一些有型一些吧，算是，然后不是那种大块肌肉，但是我也练不出来，说实话。大家也看，其实菲尔的身材不错哈。没有。在你的生活圈子当中呢，你可能会注意到一些家人或者朋友有时候非常不想来锻炼，你有什么话想送给他们？第一，只要走出家门，基本上已经到了健身房，你就可以锻炼了。有这个 peer pressure 的话，基本上锻炼起来很容易。对。第二步的话，就是找一个朋友，像 Steven 这种，或者我其他的另外一个朋友，完了可能来健身房里，有些时候可能边聊天边运动，虽然效率不是很高，但是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，差不多40%-50%的那个训练时间吧。很好。对，很好。对啊，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也是 Fred 一般的这个运动伙伴哈，他也很鼓励，每次星期一来这里我都很期望看到他。那其实呢，今天我想借用这个机会呢，来感谢一下 Fred 哈，因为之前呢，其实每次来健身房都有跟他打招呼，不过最近呢，他教了我这个卧推，就是 bench press， 我已经很久没有卧推，从大学时期到现在都没有卧推，就是他的鼓励呢，让我重新再做卧推，所以我在这里非常感谢你，非常感谢你啊！我也跟你学习，不敢，因为练得非常好，不敢说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好，那今天的那个节目就到此为止。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运动的一些小技巧或者是规律呢，请在下方留言，我会把这些送给你们哈。那这个是 Fred 给大家的福利。尽量。好，那大家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，好，再见，下见，拜拜。拜拜。谢谢你，太好了。太好了。今天别拍我，先别。你不要给我不要拍。